慾望、野心，在哲學上具有極大的價值，是一個人靈魂真正所在。我的慾望世界是從勇氣和渴望誕生出來的。Greetings， 各位好，歡迎回到 Pleasure 系列影片第2集，我是卡樂。上集影片我們一起從 MV 的角度認識 Pleasure 這首歌曲，而今天的影片，我想帶大家繼續從音樂的角度更進一步探索其中的奧義。我發現網絡上蠻多聽眾都被 Pleasure 乍聽短促直白的音樂結構迷惑，誤以為它僅是一首單純的派對舞曲。然而，我會試着撥開這層表象，你將會發現 Pleasure 能作為 Jolin 的專輯首單發行絕非偶然。他從歌詞到音樂結構都暗示了一段被歷史刻意抹去的關於女性原罪的宏大敘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根據上次的意見收集，這集影片我會同步進行歌詞解密與音樂解析，拆解鋪藏在歌詞與音樂底下的理象訊息以及相關的延伸故事，同時希望可以讓大家得到一些改觀或樂趣。為了讓大家更容易沉浸在這首歌曲裡面，在今天影片我將直接把 Jolin 在 Pleasure 的歌聲當成樂器，利用 Auto-Tune 等音樂軟體，根據敘事流程把 Pleasure 改造成不同曲風的配樂，希望可以讓聽不習慣這首歌曲的聽眾也感受到歌詞與旋律裡的美學。所以請戴上耳機，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從音樂的角度再次闖進這首歌曲吧。在我們開始解剖這首歌的文字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講一個故事，一個關於世界上第一位因拒絕順從而被歷史徹底流放的女性的故事。在我們熟知的聖經故事裡，上帝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所以夏娃是亞當的骨中骨，肉中肉，注定要依附於他。這是一個關於從屬的故事，但在更古老被主流宗教視為禁忌的文獻，記載着另一個被封印的真相。在夏娃出現之前，上帝曾經用同一塊泥土同時創造了亞當以及第一位女性。請注意，是同一塊泥土，它不是來自男人的肋骨，它不需要依附於任何人的胸膛。在伊甸園最初的那段時光裡，他與亞當擁有同樣的體溫、同樣的智慧以及同樣高貴的靈魂。他們本該是這世界上最完美的伴侶。根據佐哈爾與拉比文學的隱喻，在最初的晨曦中，他們不僅是伴侶，更是彼此靈魂的鏡像，並肩漫步在伊甸園的4條河流交匯處。他們共同為萬物命名。那時的亞當會牽起他的手，驚嘆於兩人的掌紋竟如此契合，因為他們來自同一塊紅土，流淌着同樣純粹的生命氣息。亞當曾用那雙環帶着泥土芬芳的手為他編織花冠，眼神中充滿看着天造之合的悸動。在那段被時間遺忘的歲月裡，沒有高低，只有2個天真的靈魂在樂園裡自由地共舞。然而這份純粹的平等在慾望與權力降臨的那一刻崩塌了。文獻記載，當亞當第一次想要與妻子親密時，他理所當然地要求她在下方，要求她展現出身為妻子的順從。亞當說：“你必須服從我，因為你是為了我而造的。”這位女性困惑了，甚至感到了背叛。她看着眼前這個與自己由同樣塵土所造的男人，說出了一句震驚神學界的宣言：我不願在你的下面，因為我們是平等的，我們都來自塵土。僅僅是一個擁有獨立情感的人對尊嚴最卑微的請求，但亞當拒絕了。他無法接受一個與他平起平坐的女人，於是他做了一個決定。他沒有選擇妥協，也沒有選擇在無愛的伊甸園裡枯萎。他悲傷卻決絕地念出了造物主不可言說的真名，毅然決然地離開了那個雖然完美卻沒有自由的伊甸園。上帝派出了天使去追捕他，但他站在紅海的荒野中回望那座回不去的樂園。他寧願忍受詛咒，也不願回到那個必須低頭的牢籠。他只不過是一個不願意乖乖聽話的女人，就從故事中到現實世界的整個父權體制判定為非人，從歷史中被徹底抹殺。她的名字就是莉莉絲。從此，
那個會哭泣的女人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在黑暗中覺醒的夜之女王。為了在混沌荒野生存，她的雙手化為利爪，她的背脊長出夜翼。她不委屈自己順從，她不當那個乖乖討男人開心才能苟活的女人，她成為了傳說中的萬魔之母。傳說中，她是利維坦的駕馭者，在卡巴拉古老文獻中，人類畏懼的七罪惡魔接受她支配。乖順聽話的夏娃，因為懂得低頭，被父權體制捧成為了聖女；而不願順從的莉莉絲，僅僅因為堅持站立，就被打入了煉獄，成為了被抹殺的魔女。兩者之間的差距，善與惡的距離，竟然是順從與自由的代價。這則故事乍聽之下離奇荒誕，但請環顧四周，事實是，這出戲碼至今仍在我們身邊上演。這個世界依然渴望着溫馴的夏娃，依然獎賞着那些懂得討好男性的玩偶，甚至是習慣了父權枷鎖的夏娃們，還常成為體制的共犯，跟着父權一起為難審判那些膽敢不順從的莉莉絲。你為什麼不聽話？你為什麼要那麼強勢？這些指控數千年來從未停止。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先和大家講這個故事。相信如果你是 Jolene 粉絲，你馬上就從莉莉絲的故事中看出了端倪。她這條天後之路之所以難走，正是因為她身在父權世界卻保有主見，不但不乖順討好，還自成強者。這個護男厭女的世界，對男性總是無限的寬容，對女性卻是無限的嚴格。懂得裝萌賣乖討男性開心的女性，往往會得到男性施捨般的追捧，但一位地位與才能還高到足以傷到自卑男性自尊心的女性，父權施壓和雌競內鬥所形成的系統性厭女迴圈，當然會將火力集中在她身上。作為東方女性，她在這張專輯挑戰的確實可說是有史以來最不討好的主題之一。正因如此，我認為以上的故事有助於我們理解今天這首歌曲的內核。接下來我將逐句解析，揭開世界上第一位拒絕順從的女性是如何被鋪藏在歌詞甚至音樂結構裡面。現在就讓我們從歌詞的文學角度正式進入這首歌曲吧。歌曲并未以強烈的節奏開場，而是由一個不斷循環的合成器爬音緩緩切入。請注意底層那極為深沉的超低頻貝斯，在大空間音響系統中容易直接引起聽眾胸腔與臟器的共振。它模擬了母體內的心跳或大地深處的震動。Jolene 以極度貼近麥克風的氣聲唱法切入，這是宛如 ASMR 的聲音運用，去除了聲帶的剛性，強調氣息的流動，聽感上如同貼着你的耳朵吹氣，重現了神話中那條蛇在夏娃耳邊的絲絲耳語。流行文化中常用 daddy 來暗喻握有權力、金錢或性主導權的男性角色，而女性常處於被照顧或順從的位置。在這首歌裡，她將這個稱謂性別對調，自稱 mommy， 拿回了關係中的主導者地位。Little bunny， 小兔子通常帶有脆弱、可愛、獵物的暗示，在這裡，男性變成了被凝視的一方，顛覆了傳統男強女弱的性別腳本。緊接着的連續起始句，進一步顛覆傳統女性被動接受的角色。女性的慾望不需要被動等待恩賜，她擁有主動索求快樂的權利。0分28秒處，標誌性的4/4拍 House 大鼓進場 ，BPM 鎖定在120到124的心跳區間 ，Bassline 變得富有彈性，但整體音色保持極度的乾淨與極簡。這種編曲風格帶有 minimal techno 的冷峻美學，它拒絕了主流 pop 的濫情與堆疊，在聽覺上帶着冷中帶強的孤傲，沒有華麗的合成器鋪墊，強調充滿力量的骨幹本能。這段唱法出現第一次轉變。你失了魂，是最有溫存，為了我你想要幾種快樂，有了煩亂別等，煩別人。這裡展現了精彩的反差張力，歌詞和節奏都是強力的，但聲音表情卻是冰冷的。這種冷調處理傳遞了一種高位者的姿態，同時歌曲進入第一道定義全曲概念的神學謎題。當你對這句話的解讀不同，整首歌的概念也將不同，那就是
為了避免過度解讀，我們首先進行最基礎的字面分析。她不是那条毒蛇，這是一個否定的陈述句，它直接否認了這位女性主體具有蛇的身份。当我們將這句話置於 Pleasure 專輯以7宗罪為核心的宏大架構下，視野拉回人類原罪的起點。聖經裡的伊甸園在這裡有3個核心角色：亞當、夏娃以及那條蛇。歌詞明確使用 she 來指代主體，因此我們首先可以排除亞當。撒旦始終被視為雄性或中性的存在，從未以固定的女性身份出現在正典論述中。若用 she 來指涉撒旦，將導致性別邏輯的崩潰，也讓這首歌關於女性主體性的抗議失去了張力。至於夏娃，這是一個關鍵的誤區。在創世紀中，夏娃的雙面性，無論是順從的妻子還是犯錯的罪人，終於都依附於父權結構。夏娃是被蛇引誘的受害者，隨後成為了罪人。她吃了禁果，但她的終局懲罰是丈夫必管轄你的階級從屬。然而歌詞否定的是蛇性，夏娃從未被定義為蛇，因此否認她是蛇，在神學邏輯上是多餘的。更關鍵的是，夏娃知道自己的存在目的僅僅是為了滿足亞當的需求，她從未挑戰過這個附屬的階級結構。這與 Jolene 在 Pleasure 時強調的不討好和自主權精神是背道而馳的。話說到此，再加上剛才講的那則故事，各位可能已經察覺到這句話所指的他很可能是誰。但是當然，我必須找出決定性證據來證明。在13世紀的猶太教光輝之書，莉莉絲被明確描述為扭曲的蛇，文中指出撒旦是外顯的誘惑之蛇，而莉莉絲則是內在的潛伏的陰性蛇力，兩者結合成為邪惡的完整體。在米開朗基羅於西斯廷禮拜堂所繪的原罪壁畫中，那條纏繞在知善惡樹上引誘夏娃的蛇被畫成了人首蛇身且擁有明顯女性的上半身形象，在神秘學中常被視為莉莉絲被妖魔化後的化身。根據中世紀神學家 Peter Comester 的解釋，這種設計是基於同類引誘同類的原則。在米開朗基羅的西斯廷壁畫中，那條蛇擁有莉莉絲的臉孔，是因為莉莉絲像看着被流放的智慧與反叛。撒旦藉由莉莉絲這個曾經與亞當平等的女性形象來喚醒夏娃對現狀的不滿。莉莉絲之所以被污名化為蛇，是為了掩蓋她曾經存在且不願服從的事實。創世紀第1章第27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這裡的女性是與男性同時且同等被造的。創世紀第2章第22節，上帝又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如果已經創造了女人，為何還要再造一個？這中間消失卻沒有刪除乾淨的部分，也成了爭議至今的辯證題。宗教信仰者至今認為莉莉絲是不曾存在過的野史，提到她的名字是種褻瀆，但反對者則認為這正是讓莉莉絲升格為終極悖論的原因。因為當我們討論一個被抹除的存在時，我們其實是在討論權力如何定義真實。如果 A 成功的在歷史中抹除了 B， 那麼我們就不可能知道 B 的存在，而我們現在還知道 B， 這可能代表 A 的抹除失敗了， B 沒有抹除乾淨，而且帶有力量，或者 A 刻意留下了一點點 B 的殘影，用來恐嚇後人作為不聽話的負面教材。因此這裡我必須聲明一下，關於莉莉絲的存在並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部分，這是我的個人解讀以及調查結果。所有關於莉莉絲與 Pleasure 的關聯不代表官方立場，無論存不存在，我今天的重點一定是放在莉莉絲的故事對現代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她對現代女權的啟蒙。即便想證明這張專輯與莉莉絲的關聯，也是為了讓所有觀眾更重視並珍愛自己的自由靈魂。莉莉絲的故事從來不是聖經正典的一部分，它出自中世紀傳說，更存在被刻意抹除的痕跡。但這正是西方世界從1970年代起不斷追溯還原，使現代女性主義重新重視莉莉絲的關鍵。美國女性主義先驅 Judith Plaskow 在1972年作品《The Coming of Lilith》中將莉莉絲轉化為女性自主的象徵，甚至啟發了1976年創刊的 Lilith 雜誌和風靡1990年代的 Lilith Fair 音樂節，由 Sarah McLachlan 發起。莉莉絲代表了一切被邊緣化的頑強。我們在影視作品中能看到大量的浪漫化的古歐歷史反派妖魔角色，例如蛇髮女妖美杜莎或嗜血女妖拉米亞，但在影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是極少有人敢將莉莉絲的原型故事拍成電影，避免造成爭議。雖然直接拍攝莉莉絲的起源故事是幾乎不被市場允許的，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隨着女性力量崛起，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影視角色借用了莉莉絲的故事與力量，改編出許多具備莉莉絲特質的
的角色，純真、強大、被誤解、逃離體制，最終被妖魔化，也就是所謂的黑化。例如《Wicked》作者 Gregory Maguire 曾提到，在創作筆下角色 Elphaba 時，将她設定為一個拒絕向權威妥協而遭到醜化的女性。原本是爭取公義的獨立個體，卻因不服從而被當權者冠上西方壞女巫的邪惡標籤。她那句經典的 Defying Gravity 便是莉莉絲飛離伊甸園的現代版，就像借用莉莉絲的力量，同時替莉莉絲發聲。還有 Frozen 的 Elsa 逃離阿倫戴爾，也正是逃離體制，在荒野中建立自己的冰雪宮殿，完整複刻了莉莉絲逃往紅海，建立自己國度與惡魔城的軌跡。雖然並無直接引用莉莉絲這個爭議名字，但艾莎拒絕當完美的公主，與力量覺醒後被視為怪物，卻與莉莉絲的故事高度吻合，更是首位顛覆迪士尼傳統夏娃特質的迪士尼公主，讓新一代的女孩們終於得到一個解除枷鎖的榜樣。這些無法直接提及莉莉絲，卻完整傳遞了莉莉絲的概念與影響力的影視作品，正好與整個 Pleasure 時期非常相似。即便這張專輯所有的形象、概念與視覺線索都明顯指向了莉莉絲，她在官方文案卻對莉莉絲只字不提，僅留下大量的伊甸園線索，讓聽眾自己解讀。有趣的是，根據我的調查，她在 Pleasure 時其實提到了莉莉絲，而且是她在可以選擇不提的情況下，直覺選擇了莉莉絲。我可以幫他看誰？基於莉莉絲是被刻意抹去，莉莉絲與蛇的關聯性並不廣為人知。透過他選擇莉莉絲的原因，我們可以得知他對莉莉絲這號人物是有一定研究的。正如他在 Pleasure 時期的那些所有不具名的莉莉絲形象一樣，他帶入並借用了莉莉絲的力量，但核心不再宣揚莉莉絲，更不像扮演美杜莎一樣公開扮演莉莉絲，更像是惺惺相惜之後借力使力的合而為一。但最終目標是為他自己的不討好與自主性發聲，終於罕見地為自己的訴求而唱。也是因此，這次他的歌詞非常深奧，即使這句歌詞指的不是夏娃，後段歌詞卻又巧妙暗示了夏娃與莉莉絲的關係。我會在後面繼續解說。至此，這句歌詞拆解結束，終於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繼續往下解讀了。詠唱在此變成等不及般的急促誘惑，懂你等你指導我的快樂，大概是我聽過最赤裸裸的一句中文歌詞了。進入副歌，但制作人反其道而行，並未制造巨大的聲響爆炸，而是加強了低頻的厚度與立體聲場的寬度，帶有 Acid House 風格的共鳴濾波效果，音色變得迷幻。但整體而言，副歌幾乎是光靠 Jolene 的聲線變化撐起來的，幾乎沒有明顯的合成器音色，這是全曲最關鍵的聲學特色。如果仔細聽，你可以發現這是同一個人唱出多重人格的聲音在交織。這可能就是為什麼 Jolene 提到這張專輯，他直接把自己的歌聲當成樂器。這種聲音聯動呼應了歌詞中的兩面一體，主聲道的實音代表某個肉身與現實，背景的空靈虛無，和聲代表影子與潛意識，兩者在副歌中重疊對話，合二為一。副歌歌詞抽離了神學概念，只剩純粹的慾望釋放。它重建了一個沒有監控、沒有道德審判，只有你和我的愉悅伊甸園。進入第二段主歌，音樂氛圍變得詭譎，歌詞開始深入探討女性的集體潛意識。這一段鋪藏了一個心理學事實，歌詞巧妙勾勒出兩人同為女性始祖的一體兩面。不討好的莉莉絲解放自我，順從的夏娃壓抑慾望，然而慾望卻在黑暗中如影蛇行，長久壓抑的七情六欲在潛意識中如蛇竄動。莉莉絲放肆享受快感，夏娃卻要帶着罪惡感。至此，本曲真諦呼之欲出。我們終於明白，即便期待自己是莉莉絲，但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女性都是夏娃。隱忍慾望與內心的五味雜陳，被父權世界不四不三的自律枷鎖綁架。她誠實地告訴你，作為女性，即便已是一方女王，連她也無法在這個世界真正活成無拘無束的莉莉絲。
在 Bridge 段落是典型的抽離手法，這段在氣氛營造上達到音樂敘事上的真空時刻，聽眾的注意力被強迫聚焦在人声，這是一個揭示真理的布道台。這段 Bridge 的重要之處在於是莉莉絲對夏娃以及所有現代女性的喊話：我就是你。莉莉絲不是外在的惡魔，她是每個乖順女性內心深處那個渴望自由的影子，透過血脈臍帶相連，無法分割。Jolene 在此提出了終極的哲學總結：愉悅主義是能量守恆定律，只要能量不滅，快樂即是真理。在這個新樂園裡，不需要為了慾望感到抱歉，百無禁忌，快樂萬歲。如果前面的氣聲是誘惑，這裡的口白就是權威，語氣從挑逗轉為導師的堅定。這段由於獨特的說唱方式，常被戲稱為超度。進入英文饒舌段落之後，確實可以說是一語雙關的超度。一方面超度受他操弄的男性，一方面超度受他啟發的女性。靈魂的超度，導師的指引。字面上是教育性對象如何達到肉慾橫流的最高境界，但請注意用詞語氣的轉變，這同時也是莉莉絲以過來人的身份對着覺醒的女性說，她要教導女性 how to do it better， 如何不再將慾望視為恐懼，而是將其轉化為力量。她要帶領女性 to another level， 進入一個超越原罪身心靈完全自由的層次。這段饒舌之所以聽起來像超度，是因為唱法、歌詞、音樂結構達到三位一體，確實在進行一場精神上的靈體超度，強制把你的靈魂剝離肉身，淘汰掉充滿罪惡感的陳舊自我，迎来全新的覺醒與重生。這就是 Pleasure 的終極奧義。最後，聽眾就像在聽覺上被剝離靈魂後丟入了罪惡深淵。這首歌的特別之處就是全曲結構幾乎只有不同節奏的變化，僅靠Jolene的歌聲撐起全場。然而，一切最精彩震撼的樂器與合成器音效竟然全都集中在最終才爆發出來，這也是最讓我着迷的一段，營造出惡魔的邪魅，同時帶着荒野的悲憫，就像在暗示着一則淒美卻難以言說的故事。在聽覺上就表達出慾望深淵的能量不滅與無限輪迴，在淡出隱沒，象徵着莉莉絲雖然結束了這次的顯現，但她並未消失，而是潛回了人類集體潛意識的深處，等待下一次慾望升起時的召喚。就像這首歌一樣，它將是你內在永恆的慾望回音。Pleasure 的誕生過程很有趣，它最初僅被定位為一首 interlude 過場音樂，在聲學工程上，這是一場極致的減法實驗。世界上大多數的流行舞曲習慣用厚實的合成器堆疊氣勢，但 Pleasure 反其道而行，抽離了幾乎所有和弦鋪墊，這對歌手來說極具風險，因為沒有了背景掩體。Jolene 必須將人聲轉化為節奏樂器，用各種聲音表情填補留白。這首大膽的首播主打正好呼應莉莉絲離開安全枷鎖，走向危險探索全新道路的決心。回顧 Jolene 音樂覺醒後的主打進化史，從美人計到大藝術家再到我呸，首播主打歌都是節奏搭配說唱念歌模式來進行主歌敘事，直到副歌才讓歌聲與合成器一同爆發出來，在聽覺上制造強烈的刺激感。這在當時的華語樂壇皆是十分危險的，但因為她是 Jolene， 她總是能把危險樂章唱成老少咸宜的名曲。然而進入 Ugly Beauty 時期後出現了分歧點，怪美的作為首單，大部分段落是用唱的，但在音樂結構上其實已經初見類似於 Pleasure 的編曲趨勢，全曲幾乎僅靠精緻的節奏與Jolene的多變聲線支撐，合成器並未鋪墊在最常見的爆發部分。在這張專輯中真正完美執行積蓄爆發結構的，反而是專輯中非主打的惡之必要。這首歌可謂是美人計、大藝術家我呸之後的終極級大成之作，它證明了團隊依然能夠做出高於以往首單的爆發型曲目，但這次的爆發不對外輸出，將惡念從外界轉向自身，探討內心的惡善美醜兩極拉扯，將所有定義為惡的能量封印在其中。從怪美到 Pleasure 的首單選擇，我們可以觀察到 Jolene 再次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音樂結構乍聽極簡，但極簡並非簡單。像一顆精緻封存的咖啡因膠囊，
純度極高，效果極強。它不為討好大眾味蕾而稀釋，只為挑釁慣性的聽覺神經。你敢服用，就必須準備好迎接清醒。你若貪戀安眠，則注定與其擦肩，回到平庸舒適圈。所謂音樂深度，當然不是天花亂墜的矯情歌詞，情懷很好賣，投資報酬率最高的男女情愛慢歌泛濫成了華語抒情大海。大多數不必動腦的哭天喊地情歌歌詞，把情懷包裝成商品消費人類情感，而它讓音樂回歸本質，迫使你正視那份未沒有一絲矯情修飾的赤裸的聲音震動，有點像是聲音的本體論。聲音本體論強調聲音作為一種獨立的物質流動，而非意義的載體。這些聲音的本質直接作用於聽者的身體，讓音樂回歸到其作為一種物理刺激和感官經驗的本質。在人声表現中，它傾向於減少過度堆疊，讓純粹的嗓音以其原始的質感、呼吸與力量呈現。這種手法如同讓聲音脫下華麗的服裝，回歸到人聲作為一種原始發聲和生命存在證明的本體論狀態。聲音本體論強調聲音與身體的緊密連結，聲音的經驗是身體與世界發生的關係，而非單純的大腦理解。Jolin的創作手法突出了這種身體性，我們所聽到的一切可能是來自他的身體與靈魂與這個世界的自然共鳴。例如，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次他的音樂與舞蹈的結合是極度緊密的。身為唱跳歌手，以前的他只是把老師教給他的舞學好，但現在的他顯然把每一首歌的舞蹈視為音樂的一部分。它與歌聲與音樂與舞蹈必須是一體的。當聽者被音樂觸動，開始律動時，音樂便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作用於身體的驅動能。這種身體的共鳴也是音樂誕生在這個星球上的原因。讓音樂回歸到最基本的與存在同步的本質。Jolin身為經典歌曲無數的天後，卻從不賣回憶，也不賣招牌。有不少經典歌曲被他常年封存，甚至他自己都不止一次公開表達過對自己的經典情歌的厭倦或討厭。即便是帶着議題的歌曲，也並不矯情，是探討他自己從自我懷疑、接納缺陷、擁抱慾望等極為私密與真實的議題。自2010年 Myself 時期開始，他的音樂通常不會太安全。如果你不喜歡他的實驗性歌曲，那是非常正常的。現在的他進入了一個比 Myself 更不討好的階段，這恐怕都是他在安全與危險之間刻意選擇了危險的那條路。這一切讓大家抱怨連連無法理解的危險作風。其實他早就把答案放在 Ugly Beauty 的第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詞裡了。不像是完美，崇拜我表面。事實證明，他早在15年前就意識到討好是無底洞。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替他擔心無法討好別人呢？正是在這不討好的同時，他也為自己在音樂上創造了極大的自由度。退一步來說，市場上那些已經討好聽眾20多年的安全天王們，你真的確定你喜歡他們的新作品嗎？就像他在72變時期放棄了環球時期的經典，在舞娘時期放棄了新力時期的經典一樣，在他還沒有能力買回版權的年代，每一次轉換東家都是一場決定生死的人生賭注。奇妙的是，他總能創造出新的經典。或許正是這種不斷失去自己經典的危機感，促使他至今仍在努力創造。世界上大多數歌手只要擁有一首經典，便會設法依賴它生存，而 Jolin 擁有大量家喻戶曉的歌曲，卻不把舊經典掛在嘴邊。他通常最喜歡的是最新創造出來的音樂，並用他對音樂的熱情，把新誕生的音樂孩子們也變成他的新經典。Pleasure 正是他又一次拋棄過去自我的全新嘗試。他選擇在挑戰整個環境的不習慣中，繼續在逆境中為華語流行音樂界開拓新的結構疆界，依然不討好聽眾味蕾，不替自己辯解，只要懂他的人懂即可。因此，這次他的歌詞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深奧的一次，卻也是有史以來最少公開宣傳解說的一次。他為他自己達成了藝術自由探索的全新階段極致體現，就像這張專輯的名字一樣，這次他是為了他的愉悅而唱。正如這張專輯幾乎所有的形象都指向莉莉絲，而官方文案卻對莉莉絲只字不提，這也是讓我刮目相看的部分。其實，如果沒有這些對莉莉絲的暗示
或者如果官方一開始就直接把莉莉絲當成宣傳文案，我可能就不會回到這裡了。因為一直以來網絡上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東西，我是沒有動力再講一次的。正因為這張專輯完全沒有提到莉莉絲，才徹底點燃了我的探究導讀慾望，渴望讓大家知道她的音樂一點都不簡單。好啦，我不可以再講下去了，我怕每集影片都超過半個小時。今天沒有平反模式，因為我希望這整集影片就可以達到一些平反效果。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讓大家改觀，對音樂改觀也好，對你的生命之路改觀也好。這集影片之所以這麼慢才推出，是因為我感受到超大的壓力，畢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義跟上主打時期，所以我超怕我的解讀會打亂了音樂概念。不過現在專輯已經發行一段時間了，我覺得大家都聽得滾瓜爛熟了，大概是正好需要一些不同角度重新體驗的時候，所以也許現在我可以放心開始制作影片了。但像今天這樣大系列的影片，有可能是我短時間內最後一次以这種方式制作影片，因為這樣的制片模式太過消耗時間，不但會導致制作時間過長，還會讓我自己壓力過大，心裡變得不太健康。因此頻道之後會有一次小小的轉型，這有助於我提高正片的更新頻率。大系列的影片當然會繼續制作，只不過我會在制作大系列的緩慢過程中，開始更新一些相對輕鬆愉快的額外小系列影片。在第3集之前，我會陸續在每個平台公布頻道的改版資訊以及詳細的轉型原因。這個原因也是 Pleasure 的概念帶給我的啟發。最後，謝謝你看到這裡。希望你們都健康快樂，平平安安，多多珍惜身邊的家人朋友，也珍惜生活中的每一點愉悅，找到點燃生命熱情的事。我是卡樂，我們後會有期啦。